什么？你跟我讲，你200千的预算想买一辆2.0 Turbo 加上8AT 压箱，又要空间大大的 D7 SUV， 重点是你还要 suspension automatic 可以硬 ，automatic 可以软。我看你只有这个选择啊，就是这样，即将要推出的我们的 C9。又见面了，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 我身旁这辆即将在马来西亚推出的我们的 C9。之前我有带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这辆车它的一些配置，当然我也有分享了一些我对于这辆车的一些看法。而至于今天呢，终于可以试驾到这辆我们的 C9 了啦。当然，这个 J.Cool Malaysia 呢，它也不只是让我们在这边普通这样子试驾罢了啦，它还安排了一些小小的活动，让我们可以好好体验一下这辆我们的 C9 它的 braking、suspension 还有它的加速体验。今天这个试驾体验我真的是非常期待，非常的兴奋。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试驾活动内容分享吧。Let's go。好，在我们正式进入这个试驾环节之前先让我们来大略的了解一下这辆我们的 C9。可能有些对于 Omoda C9 不太了解的人可能会问为什么 Omoda C9 的定价要200千？它有些什么值得的地方吗？首先第一个就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它的底盘Omoda C9 的底盘呢，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飞鱼超感底盘。据说这个飞鱼会震动翅膀1046次，在空中调整姿态，取得一个非常完美的落点方位。因此Omoda C9 呢用了这样子的概念，通过 CDC Absorber 加上一堆 sensor 还有 system 等等，让你在开着 C9 的时候，它会根据你驾驶方式还有扫描路况，更加精准自动的调整 suspension 的硬软程度、刹车的力道，还有刹车时车头点头的幅度。第二个最有价值的东西呢，就是它的车身结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骨架。Omoda C9 呢，它全车有 85% 的车身结构采用了 High Strength Steel 的覆盖，而重要的部位比如 B 柱，则是采用了1500 MPa 的 Ultra High Strength Steel。至于这个1500 MPa， 可能有些人会问是怎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很厉害，很够力？OK， 通常这个车的钢铁可承受变形的数值是以 MPa 来计算的啦。一个 MPa 就等于在1cm 乘以1cm 的范围可以承受10公斤的重量，钢铁不会变形。至于1500 MPa 就相等于这个钢铁可以承受15吨的重量，不会变形。这样子换算到来，相当等于是2只半成年的非洲大象的重量压在这个1cm 乘以1cm的范围啦。当然，这个1500 MPa 的钢铁也不只是用在车身结构上面像是一些坦克什么航空母舰也是用上了这样子硬度的钢铁。再来，我们看回来这个我网上找到的这个 Omoda C9 车身结构的照片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个深紫色的部分就是这个1500 MPa 的 Ultra High Strength Steel 啦。所以总结来讲，你花了200千就是买到一辆车身结构够硬的车。怪不得官方一直声明这个 Omoda C9 是可以去 Light Off-Road 的 Coupe SUV 至于第三点非常简单，就是一堆让你眼花缭乱的配置像是什么50瓦的无线快充全车椅子电动调整24.6寸的悬浮主机全皮革的椅子20寸的铝圈Sony Speaker 等等，这些配置堆起来放眼望去，真的没有一辆车可以跟它一较高低啦。上次那个 Omoda C9 的 Media Preview， 因为那辆车没有电所以没有办法 start 那辆车。今天呢，这辆车终于有电了，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些什么东西好玩的。这辆 Omoda C9 好玩的地方呢，其实我们只要直接进到这个 Miga Setting， 就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东西可以调整，不只是驾驶模式可以调整，比如这个动力输出，很直观的看到现在是用前轮输出还是后轮输出。这个 J.Cool J7 也是有这样子的功能。再就是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Smart Key， 比如你要它近开、远开还是怎样开都有。重点是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 NFC Service， 这个车呢它是有这个 NFC 卡可以解锁的。这样子的话，我就想到NFC 卡解锁是否可以登录在这个手机，我们直接用手机解锁呢？这个之后可能有机会我们再来去询问一下。在另外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呢，就是它的 Suspension 可以进行手动调整。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 Sport 模式、Standard 模式或者 Comfort 模式。当然，如果是说你们今天 adjust 这个驾驶模式来讲的话，它也会自动的把这个 Suspension 切换成相对应的模式。比如你调整 Sport 模式，这 Suspension 模式就是变成 Sport 模式。除了这个 Suspension 可以调整之外我们来到这个 Driver 的 Assistance， 可以看到所有的 ADAS System 也是可以调整的，比如开门提醒车道维持辅助这些功能都是可以调整的。重点是连 Brake 都可以调整。
如果你平常在 City Road 驾驶有载人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 Comfort 模式，这样子你在踩 brake 的时候后尾人就没有这么辛苦如果是说今天你一个人驾这辆车，想要激进一点，你就可以把这个 brake 的反应换成这个 Sport 模式就看你自己去做调整啦。再来就是你们看到这个头枕上面有一个洞嘛，这个洞呢不是座椅通风功能的里面是 built-in speaker但是那个 speaker 的音质嘛，就确实没有像这个 Sony speaker 来的这么好啦。但是如果是说今天你们小孩子在后尾睡觉的话，你们又想听音乐，你们就可以把这个音乐切换在这个头枕里面播放，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影响到你的小孩子睡觉。而且你们在导航的时候，这个导航的这个声音也可以通过这个头枕来播放，这样子一边播放音乐，一边在听这个导航的时候，你们就不会混乱了啦。这个音乐跟这个导航的声音 mix 在一起听不到导航。结果在 KL 这种路段你们就迷路了啦。再来就是，如果是说今天通话有人打电话进来，可能你的情人打进来给你，你又不想让你周围的朋友还是某些人听到的话，这个通话的声音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头枕来播放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保护到你自己了啦。除了刚刚我讲的那些可以调整东西之外，我还发现到这辆 Omada C9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东西，看到这边没有？这个就是自动香氛功能的 casing你们只要把这个香水放在里面就可以了。这边就有这个自动香氛功能了啦，这个就是它的香片所以这个自动香氛的功能，我相信一定非常受小仙女 driver 的喜欢。这次的试驾体验呢，基本上我体验了这个 Sport 模式跟 Normal 模式。就如我之前讲的啦，在切换模式的时候，这个刹车跟避震也会自动跟着做变化。虽然讲这次的试驾速度没有很快啦，毕竟这个场地也没有很大嘛，大概时速是在40 km/h 到60 km/h在 Normal 模式的时候，这辆车给到我的感觉基本上就是非常舒服的一辆 Coupe SUV， 整体的底盘的滤震感非常的干净，不会有多余的震动。在以40 km/h 的时速在过一堆路墩的时候也不会感觉到有那种很不舒服的颠簸感。至于切换到 Sport 模式的时候，最明显可以感觉到的就是这个避震变得更加的有支撑性简单来讲就是变得更加的硬啦，路感也会比较明显。于是在过一堆路墩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会比较挑啦。至于在做八字形绕桩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这个 body roll control 确实会比 Normal 模式来得更加的好，可以更加容易应付这种多次转弯的驾驶情况。再来就是这个刹车可以感觉到它可以踩到比较深而且在第二次全力踩刹车的时候，我还故意比第一次延迟刹车，可是这个车子停下来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啦，而且在急停的时候造成那个车头点头的晃动感也被这个底盘抑制到很少至于唯一的缺点就是这辆车可能车重比较重的关系不管是在 Normal 模式还是 Sport 模式在一脚地板油门全油门的情况之下，就少了那种很明显的贴背感，少了试驾 Tiggo 8时候那种速度加上贴背感所带来的那种刺激感。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样我们的 C9 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接下来呢 ，maybe 可能我会跟这个 J-Cool Malaysia 借这辆我们的 C9去体验一下这个油中原或者是从 KL 驾去 JB 驾回 KL长时间的试驾来发现一下这辆车的一些优缺点想要知道以上内容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咯。好了，我是Ray，我们下一个新鲜视频再见啦，拜拜。